女人双手合十，然后缓缓走向河中央，在她身后的岸上站了一群百姓，正在不停地呐喊。眼看河水就要没过女人的脖子了，忽然她身上的一条丝带飘向了空中，丝带的两头分别落在了河的两岸，金光一闪，丝带竟然化成了一座仙桥。原来女人是在帮助百姓们过河，因为他们的身后紧跟着一群天竺国的官兵，要捉拿他们回去做苦力。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女人正是国王的公主，而她也正是我们所熟知的观世音菩萨。说起观音菩萨，想必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。我们在众多影视剧或者现实生活中都经常能看到观音的形象，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观世音菩萨的身世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观音的故事。相传在3100多年前，天竺国的妙庄王野心勃勃，四处征战，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疆土，很快就成为了当时最厉害的国家。但连年战火不断，导致民不聊生，百姓们都苦不堪言。妙庄王有3个女儿，老大老二早已出嫁，分别嫁给了丞相和太尉，身边只剩下他最宠爱的小女儿妙善。国王有意要将她许配给大将军韦护。妙善虽得父亲宠爱，但却心地善良，从不恃宠而骄，始终看不惯父亲对待俘虏的态度。所有的俘虏被抓到天竺国后，全都沦为了奴隶，干着最累的活，吃着最少的饭，稍不留意就会遭一顿毒打。妙善实在于心不忍，于是晚上便来到大牢里探望那些俘虏。在这里，他见到了别国的一位王子明成。明成心里一直挂念着自己的百姓，认为妙庄王根本就没把他们当人看，而他却不怨天不尤人，觉得是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子民。妙善被他的仁慈所打动，于是他便去找到父亲，向他提出要优待俘虏的政策。怎料却惹得妙庄王大怒，自己抓俘虏就是为了让他们做奴工的，并不是让他们来白吃白喝的，并警告妙善不要再妖言惑众了。妙善见劝说不动父亲，自己又没办法帮助俘虏，于是他就去找到了韦护将军，希望可以说服他救助那些俘虏。可韦护只知道带兵打仗，为了能娶到妙善公主，他绝不会违背妙庄王的命令。这天夜里，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而下，关押俘虏的牢笼没有屋顶，且里面还有不少老弱病残，而他们蜷缩一团，只能凭借雨水淋湿身体。妙善得知消息后立马赶来，听着俘虏们凄惨的哭嚎声，妙善于心不忍，于是就私自下令命人打开了牢笼，带着俘虏们来到了破庙避雨，还起灶烧火煮粥给他们喝。可很快妙庄王便知晓了这件事情，他勃然大怒，当即惩罚他在即将举办的庆功宴上为众将士们跳舞助兴，而这对尊贵的公主而言简直就是莫大的羞辱。韦护也因失职被国王责罚，为了让他将功赎罪，妙庄王让他立刻砍了明成的头。此时韦护想起了三公主的话，他第一次违抗了妙庄王的旨意，妙庄王被气个半死。原本他是想把三公主许配给韦护，日后好继承王位，执掌国政的，可如今看来他也不必做什么三驸马了。韦护被国王直接轰了出去。到了庆功宴这天，妙善歌舞为众人助兴，可是嘴里唱的曲子依旧是在宣扬仁德治国，顺应民心。这下彻底是激怒了妙庄王，他对妙善简直是失望透顶。这次责罚他去给众将士们洗衣做饭21天，他认为女儿会变成这样，全都是因为那个王子明成的原因，于是就命人将明成给砍了。妙善看见呈上来的头颅后，直接被吓晕了过去。为了帮父亲减轻罪孽，妙善公主花钱好好安葬了明成王子，并在坟前承诺他一定会帮助照顾他的百姓。但是妙庄王为了彻底断了女儿的心思，竟然下令把俘虏中所有的青年男子统统斩首。这一次俘虏们彻底要遭殃了。妙善得知后，急忙找到韦护将军，想请求他的帮助。为今之计，只能他们2人联手，才能救俘虏于水火。韦护这些日子目睹了公主的重重遭遇，他终于被妙善打动，改变了自己的心意。他们趁着宫里戒备松懈，偷偷放走了俘虏。韦护还亲自护送他们出城。到了城门口，韦护留下与守城的士兵周旋，让妙善趁机带着俘虏们逃走。可他们都是些老弱妇孺，一路上走得十分缓慢。而此时妙庄王也已经知道此事，亲自带人骑马追了上去。见到了守在城门的韦护，当即就把他抓了起来，随即继续向前追去。眼看他们就要被官兵追上了，妙善的乳娘刘妈妈见状，立刻下山拦住了妙庄王，求他不要再追捕三公主了。怎料却因此触怒了妙庄王，刘妈妈最后也被马群踩踏而亡。而这边妙善和俘虏们被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，后面的官兵们也追了上来。俘虏们害怕被抓回去，一时间所有人都四散而逃。妙善只能跪在地上，诚心祈求神灵庇佑，而他也果真得到了回应。神灵表示妙善必须舍身入河，才能拯救所有人。为了搭救这些俘虏们，妙善决定牺牲自己。他一步步走向河中，身后的侍女不舍地抓住他的丝带，眼看河水就要淹没妙善了。突然他身上的丝带飘到了空中，最后竟然神奇般地化作了一座大桥。俘虏们见后纷纷登上了桥，很快就来到了河对岸。而妙庄王也命令士兵立刻过桥抓捕俘虏，可没想到当他们走到一半时，天上竟然降下一道惊雷，直接把桥从中间给劈断了。妙庄王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丞相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让大军驻守在此，因为对岸的荒山上全是猛兽，他们到了那儿不是饿死就是被野兽咬死。妙善带着众人登上了荒岛，
岛上却是猛兽横行。然而神奇的是，他们一看到妙善就自动躲开了。或许是妙善身上的慈爱之心令野兽们都心生敬畏，他们继续向里走，发现这里无比的宽阔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。俘虏们在这里安家扎寨，开垦荒地，在这个小岛上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国。而妙善公主就是他们最尊敬的人。妙庄王由于整日荒淫无度，势力也与日俱下。他大兴宫殿，沉迷于美色，完全不顾及老百姓的死活。他们终于受不了了，纷纷揭竿而起。百姓们听说了对面的那座岛上妙善公主勤政爱民，便纷纷要投奔那里。可是天竺国的官兵再次追着他们来到了河边，放箭来攻击船上的百姓。他们惨烈的哭嚎声引来了岛上的妙善，他再次跪地祈求神灵，而神迹也再一次发生。船上出现一个铜钟挡在了面前，无论官兵们怎么射箭，全都被铜钟发出的金光给挡了回去。百姓们见后欢呼雀跃，很快就成功上了岸。妙善好心收留了他们，为了感谢铜钟的救命之恩，他们还搭建了一座庙宇，将这个铜钟供奉了起来。眼看百姓们都投靠了妙善，妙庄王心急如焚，他想尽脑汁，准备要将他们都抓回来。他让韦护前去岛上邀请百姓们回来，谎称要以臣民的身份优待他们。随即韦护立刻出发来到了荒岛，刚要向众人传达旨意，却不知官兵们也尾随而来。妙善误以为是韦护背叛了他，根本不听他的解释，他连忙带着百姓躲进了寺庙，只剩下韦护一人在外面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韦护将军一人对抗1众官兵，但可惜他寡不敌众，还是被抓了起来。丞相表示攻打寺庙没有用，不如直接用火攻。于是国王下令一把火烧了寺庙，本以为能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却不知此时的妙善正端坐在火焰中诚心祈祷，再一次得到了神灵庇佑。火势开始朝天竺国官兵这边蔓延，火烧得越来越大，把他们烧得尸骨无存。而从那之后，韦护也留在了岛上。不知过去了多少年，妙善的母亲去世，妙庄王也患上了眼疾，彻底病倒在了床上，病情还在不断的恶化。而此时，大公主和二公主也终于露出了真实面目，两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狠毒，完全不像妙善那样善良。他们准备要趁此机会除掉妙善，到时候整个王国就都是他们的了。于是就找来一位江湖术士给妙庄王看病，没想到开出的药方令人大吃一惊，那就是要妙庄王的血清挖眼断臂作为药引，但那人必须得是未曾婚配之人。很明显，他们这是指向了妙善。国王命丞相传旨给妙善，妙善得知父王有难，他不顾百姓和韦护的劝阻，执意要救治父亲。他表示这样做是为了全国的百姓，要是父王能因此醒悟，那他们所有人的罪行就都能够得到赦免。最后妙善取下了自己的双眼，又让韦护砍了自己的双臂。他希望妙庄王此后能救苦救难，广结善缘，不宰杀，不强取，不邪淫，不妄议，不贪酒，能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君主。叮嘱完这些后，便让他们拿去给父王炼药。大公主、二公主本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，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妙庄王服下此药后，竟然真的痊愈了，都能下地走路了。而这其实正是上天对妙善的最后考验。失去了双臂和双眼的他，坐在众人面前诵念经文，突然金光乍现，佛光将妙善整个笼罩了起来。随后他缓缓睁开了双眼，并且还长出了6条手臂。百姓们见后无不为之惊叹。这一刻，妙善彻底修成了正果，变成了观世音菩萨。随后就带着韦护一起飞升上天。而妙庄王经此一遭，也终于大彻大悟。他诚心诚意地接回了所有的百姓，并在天竺国大修观音庙，带领百姓修读佛法、诵经祈福。这便是有关观世音菩萨的民间传说。